睡前聽書，今天我們讀《阿 Q 正傳》。《阿 Q 正傳》是魯迅最著名也最鋒利的一篇小說，寫於100年前，但讀起來就像在寫今天。這本書講的是一個連正經名字都沒有的人，他叫阿 Q， 實際上阿 Q 也不是名字，只是一個代號，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。有一回他喝醉了酒，說自己本來姓趙，跟趙太爺是本家。第二天趙太爺知道了，把他叫來，當眾給了他一個嘴巴，說他怎麼會姓趙，他哪裡配姓趙。從此阿 Q 就不再提自己姓趙了，他沒有名字。魏莊的人叫他阿貴，但究竟是哪個貴字，沒人知道。他也沒有家，住在魏莊的土谷祠裡，那是一間破廟，白天供着土地菩薩，晚上就是他的臥室。他也沒有固定的職業，只給人家做短工，割麥便割麥，舂米便舂米，撐船便撐船，做完一單就走，等着下一單。農忙的時候大家還能想起他，農閒的時候就沒人記得還有他這號人。只是有一回，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 Q 真能做，那時阿 Q 赤着脖，懶洋洋的瘦伶仃的站在他面前，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。然而阿 Q 很喜歡，但阿 Q 很自尊，所有魏莊的居民全部在他眼裡。別人有錢，他覺得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，雖然他也並沒有兒子。別人有功名，他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，他有自己的一套評價體系，在這套體系裡，他永遠站在最高處。家已進了幾回城，阿 Q 自然更自負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裡人。譬如用3尺3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魏莊人叫長凳，他也叫長凳，城裡人卻叫條凳。他想這是錯的，可笑。油煎大頭魚，魏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，城裡卻加上切細的蔥絲。他想這也是錯的，可笑。然而魏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，他們沒有見過城裡的煎魚。魏莊的人喜歡拿阿 Q 開涮，因為他頭上有一塊賴瘡疤，大家就故意說賴、光、亮這些字眼來刺激他。一開始阿 Q 會還手，瞪着眼睛罵回去，但他打不過人家。後來連罵也罵不過了，他就換了個辦法。別人說他就想你還不夠資格。他估量了對手，口訥的他便罵，氣力小的他便打。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總還是阿 Q 吃虧的時候多。於是他漸漸地變換了方針，大抵改為怒目而視了。誰知道阿 Q 採用怒目主義之後，魏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。一見面，他們便假作吃驚地說亮起來了。阿 Q 照例地發了怒，他怒目而視了。他們又說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裡，並不怕。阿 Q 沒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說你還不配。這時候又仿佛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賴頭瘡，並非平常的賴頭瘡了。有一次他跟人打架，被人揪住黃辮子，在牆上碰了4、5個響頭，打得眼冒金星。打他的人心滿意足地走了。阿 Q 站在那裡愣了一會兒，他想的是自己總算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，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地走了。還有一次，那些人學聰明了，不等阿 Q 說兒子打老子，就逼他改口說人打畜生。阿 Q 2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，歪着頭說打重治好不好？自己是重治，還不放嗎？但雖然是重治，閒人也並不放，人就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5、6個響頭，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，以為阿 Q 這回可遭了瘟。然而不到10秒鐘，阿 Q 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，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，餘下的就是第一個。狀元不也是第一個嗎？你算是什麼東西呢？有一回他賭錢，好不容易贏了一大把，銅錢變成角洋，角洋變成大洋，大洋又成了蝶。他興高采烈的非常，聲音最響的喊着青龍400，結果賭局散了，錢被人搶了，他連打架的對象都沒有。他氣不過，伸出右手，在自己臉上用力連打了2個嘴巴，打完心裡就舒坦了，因為打的是自己，
而被打了嘴巴的那個自己已經變成了別人，所以還是他贏了。有一年春天，他醉醺醺地在街上走，在牆根的日光下，看見王胡在那裡吃着薄灼獅子，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。這王胡又賴又胡，別人都叫他王賴胡，阿 Q 卻刪去了一個賴字，非常藐視他。阿 Q 也脫下破夾襖來，翻檢了一回，不知道因為欣喜呢，還是因為粗心，許多功夫只捉到3、4個。他看到王胡卻是一個又一個，2個又3個，只放在嘴裡嗶嗶包包的響。阿 Q 最初是失望，後來卻不平了，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麼多，自己倒反這樣少，這是怎樣的大屍體捅的是喝？他賴瘡疤快快通紅了，將衣服摔在地上，吐一口唾沫，罵了一句這毛蟲。王胡輕蔑地抬起眼來回罵他賴皮狗，問他罵誰？阿 Q 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，自己也更高傲些，但和那些打慣的閒人們見面還膽怯，獨有這回卻非常無勇了。他站起來，兩手插在腰間，說誰認便罵誰。王胡也站起來，披上衣服說他骨頭癢了嗎？阿 Q 以為他要逃了，搶進去就是一拳，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，已經被他抓住了，只一拉，阿 Q 鏘鏘亮亮地跌進去，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辮子，要拉到牆上照例去碰頭。阿 Q 歪着頭說君子動口不動手，王胡似乎不是君子，並不理會，一連給他碰了5下，又用力的一推，阿 Q 跌出6尺多遠，這才滿足的去了。在阿 Q 的記憶上，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。然而他後來便想，自己總算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，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但走不了幾步，從酒店裡突然走出一個假洋鬼子來。這假洋鬼子是錢太爺的大兒子，在東洋留學回來，辮子已經剪了，穿着洋裝，拄着文明棍。阿 Q 一見他，心裡就犯忌諱，因為他最討厭這假洋鬼子，背地裡叫他裡通外國。假洋鬼子走近了，阿 Q 正要退開，那假洋鬼子卻迎面走過來，用文明棍向他頭上打了一下。阿 Q 縮了頭，又打了一下，他趕緊跑。假洋鬼子追了2步，便站住了。阿 Q 這一回可真有些吃的苦，他站住了，心裡想自己總算被兒子打了，但一想假洋鬼子不配當他兒子，於是又另想到自己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，狀元也是第一個，所以自己也同狀元一樣了，於是又心滿意足了。有一回阿 Q 從城裡回到魏莊，說自己見過殺革命黨，他用手揚起照着別人的後頸窩劈下去，喊一聲擦，村裡人都怕他。有一天，阿 Q 在趙太爺家沖了一天米，這天晚上他吃過晚飯，坐在廚房裡吸旱煙。吳媽是趙太爺家裡唯一的女傭，洗完了碗碟，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，而且和阿 Q 談閒天。吳媽說太太2天沒有吃飯哩，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。阿 Q 聽到女人2個字，耳朵立刻豎了起來，心裡想着女人吳媽這小孤孀。吳媽還在嘮叨說少奶奶8月裡要生孩子了。阿 Q 放下煙管站了起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忽然搶上前去，對着吳媽撲通一聲跪了下來。我和你困覺，我和你困覺。阿 Q 說。吳媽愣住了，過了好一會兒，她突然渾身發抖，大叫一聲往外就跑。她一邊跑一邊嚷，後來還帶上了哭聲。趙太爺正在家裡跟客人喝酒，聽到叫聲趕過來，問清了來龍去脈，氣得臉色鐵青。